时间终于来到1927年，在这一年，咖啡机界的传奇 La Marzocco 终于诞生。作为一个起步稍晚的咖啡机品牌， La Marzocco 能从默默无闻发展到咖啡机行业的标杆，也有着曲折的历史。不同于之前咖啡机品牌， La Marzocco 诞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而不是米兰。最初 La Marzocco 的创始人 Giuseppe Bambi 只是一位铜匠，他继承了父亲和祖父的职业，为铁路公司设计和生产火车头灯。而他之所以会进军到咖啡机的行业，还要多亏一位商人 Galletti。Galletti 看到了意大利咖啡文化兴起所带来的商机，于是找到了 Giuseppe， 希望可以为他制造出12台咖啡机，销售给佛罗伦萨当地的咖啡馆。于是 Giuseppe 设计并制作出了他的第一台意式咖啡机，并为其命名为 Fiorenza， 就是佛罗伦萨。但可惜的是 Galletti 并没有成功的卖出这些咖啡机。失落之余， Giuseppe 遇到了又一位贵人 Bruno Bambi， 一位销售人才。 Bruno 不仅卖出了咖啡机，而且使得 Giuseppe 相信意式咖啡机会是将来的明星产品。于是两兄弟成立了一间名为 Officine Fratelli Bambi 的公司，翻译过来就是 Bambi 兄弟工作室，而这就是 La Marzocco 的前身。之所以会叫 La Marzocco 这个名字，也与它的诞生地佛罗伦萨有关。 Marzocco 这个名字最初由一位佛罗伦萨所崇拜的罗马战士 Mars 的名字演变而来，象征着胜利和征服。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这座城市的标志由战神变成了狮子，但是保留了 Marzocco 的名字。在那个年代，咖啡机并不好卖，可以说每卖出去一台都是一场胜利。于是两兄弟便采用 Marzocco 作为公司的标志。而 La Marzocco 的 logo 灵感来源于 Donatello 于1418年所塑造的一个雕塑，狮子盘坐，一只爪子扶着装饰有佛罗伦萨鸢尾花的盾牌。La Marzocco 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优秀的销售，更是凭借其对咖啡机的技术的改进。成立之初， La Marzocco 和其他咖啡机厂商一样，主要的精力都投在了咖啡机造型的改善上面。但是作为一个后来者， La Marzocco 根本竞争不过先一步抢占市场的前辈们。于是两兄弟意识到，要想在众多咖啡机中脱颖而出，他们就需要更加先进的技术。而这几乎也成为了 La Marzocco 成功的原因。1939年2月25日， Giuseppe Bambi 为世界上首台卧式咖啡机 Mars 注册了专利。区别于之前的立式锅炉咖啡机，这台咖啡机将锅炉横放了过来，只围绕咖啡机转圈做咖啡，成为了过去式，而且可以安装更多的冲煮头。但可惜的是，因为二战的原因，金属材料被大量征用，而 Mars 也没有一台能够流传下来，该专利也因二战失效。La Marzocco 也没有这款机器的照片或者样品，仅仅保存了设计蓝图。后来根据蓝图， La Marzocco 复原了这台咖啡机的样子。二战对于咖啡机行业的冲击是巨大的， La Marzocco 同样被波及，几乎回到原点，但是对于咖啡机的热情却没有减淡半分。由于专利的失效，卧式锅炉的设计几乎被所有咖啡机厂商效仿和使用。二战过后，两兄弟在卧式锅炉原有的基础上，优化设计了水、蒸汽和排水系统，并对机型和控制系统进行调整，设计出型号为 Eureka 的咖啡机，使得 La Marzocco 又一次在咖啡机行业中站稳脚跟。1947年 Gaggia 设计出了更高压力萃取咖啡的技术，杠杆式咖啡机，带有 crema 的意式浓缩成为了意大利咖啡圈的新宠。 La Marzocco 也相继推出了几款杠杆机，拉杆机统治了咖啡机行业近10年，直到电动泵的出现才打破了这个局面。在这些年间， La Marzocco 除了在1964年生产的 Poker 咖啡机取得了不错成绩之外，发展的不温不火。直到1970年，伴随着 GS 系列咖啡机的推出， La Marzocco 迎来了事业的顶峰。 GS 系列被公认为是革命性的产品，因为它采取了2个独立的锅炉，也就是双锅炉，一个萃取咖啡，一个提供蒸汽和热水。这项设计也广泛的应用到现在的咖啡机上。 GS 全称是 Gruppo Saturo， 意为饱和式冲煮头，冲煮头直接连接锅炉，使整个萃取过程水温更加稳定，而稳定性是咖啡机行业一直所追求的。 GS 系列一经推出，意大利本土和海外市场都引起了空前的反响。 La Marzocco 也对这项技术极其重视。自此以后， La Marzocco 的所有咖啡机都配备上了饱和式冲煮头以及双锅炉系统，最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又推出了许多新机型，包括 GS2、Linea 和 FB70。1978年，一位美国企业家 Kent Beck 来到意大利寻找合作伙伴，在佛罗伦萨，他碰到了 Giuseppe Bambi 和他的儿子 Piero Bambi。在接触过程中，很快就被父子俩对咖啡机的热情所打动，并签署了合作协议。由此 La Marzocco 的咖啡机开始销往美国。而在这期间，现如今规模最大的连锁咖啡店星巴克诞生了。而星巴克的崛起也与 La Marzocco 有着关系。星巴克最初只是一家烘豆公司，使其向咖啡店转型的诱因之一，便是 La Marzocco 的 GS 咖啡机。到了1990年代，意式浓缩风靡美国，星巴克也在持续扩张。而 La Marzocco 在1990年发布的新机型 Linea， 尤为适合美国市场，美国人尤为喜欢大杯的牛奶咖啡，而 Linea 的强力蒸汽尤为适合星巴克的需求。
两者在美国实现迅速扩张。但是在1990年代末期，咖啡师培训的不成熟，使正处于急速扩张的星巴克将目光转向了全自动咖啡机。但是几乎所有咖啡行业相关的美国人喝的第一杯咖啡都是出品于 Linea 咖啡机，因此 Linea 成为了第三波精品咖啡浪潮的象征，将完美的咖啡以及精益求精的精神传递给了消费者们。2000到2008年，老 Marzocco 成为世界咖啡师锦标赛 WBC 的官方意式咖啡机赞助商，老 Marzocco 也成为了咖啡机行业的标杆。2009年，老 Marzocco 再次推出开创性技术，可随时调整萃取压力，并推出了 Strada 系列咖啡机。该机器是老 Marzocco 与30位世界顶级咖啡专业人才耗时2年时间设计而出，这个团队也被称为街头团队，而 Strada 在意大利语中也正是街头的意思。这款咖啡机允许咖啡师在操作时可以更微妙地控制萃取过程，更能体现咖啡师的技艺。此后 Strada 系列配备更先进的电子控制技术以及升级配件。2015年，为了满足个人咖啡爱好者，老 Marzocco 为其量身定制出了 Linea Mini。这款咖啡机在 Linea Classic 的基础上缩小了体积，实现了在厨房中制作出最完美的意式浓缩。2017年，老 Marzocco 成立90周年之际，备受瞩目的 Leva 咖啡机首次亮相，在传统的拉杆机上进行改进和创新，拥有前所未有的稳定性，是一款继往开来的机器。老 Marzocco 之所以能成为咖啡机的顶流，凭借的是其对创新的矢志不渝，对技术的精益求精，无论从功能还是材质上来看，都做到了无可挑剔。而如今一提到优秀的咖啡机，老 Marzocco 这个词总是第一个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